祭坛上有个机关，快毁了它！我能看一下你的正脸吗？我们在哪见过？我也找你很久了。都散开了找，看有没有张平的下落。是。大人，二皮匠竟然把尸体扔这儿了。仔细找，不要放了任何蛛丝马迹。是。等等，找胡椒粉。这是哪儿？这应该是凶手用尸体做成的神像。你为何把我迷晕？为何把我绑到这儿？救命！救我！龚小姐，她为何也在这儿？他可是我的罗纳金。你说你也找我很久了，为什么？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为何把我推车，主动跟我走？我看出你是凶手。哦，那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是你的眼神。当时在暗区里，那眼神让我触目惊心。你看我那下，左眼昏暗无神，后来才想通，那是一眼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暗区里那些脚印很奇怪。暗区里你的足迹是靠左偏移的，因为你左眼失明，走路时头和身体会不自觉地向左偏移，以补偿视线的偏差。凭这些就能证明是我？你在杀人现场也留下了痕迹。你身上因跳蚤噬咬，一直不停的挠痒。封家兄弟的尸体上也有跳蚤的咬痕，一定是你带过去的。二皮匠专职运尸，这个身份能掩人耳目，方便你搬运受害者的尸体。
加上你腰间挂着渗出红色粉末的布带，那一刻我便认定杀人凶手就是你。精彩！现在该你回答了，为何说也找我很久了？你不愧是我选定的典狱之圣无忧。无忧，无忧是我。大人，这就是二皮匠那辆板车，张平的胡椒粉瓶也在上面。埋葬皈依坊刘明的乱坟岗，是不是就在此处？都是些没人管的可怜命，官府就拨了些散碎的银子，找专门收尸的二皮匠，到这丛林里随便一埋。那这林子，应该就是他的老巢。给我搜，掘地3尺也要把人找出来。谁先找到，现在联络。是。我们也分头找。好。务必小心。走。为什么是无忧？孙审一书里和楚吉儿莲花上的谜题，是我为了选拔无忧而设的，结果是你破了。那天我在无名阁的地下等着，想看看谁能寻线而来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留下金堂木为线索，让我以为你选的典狱之圣是大理寺卿陶大人？我若直接指向你，肯定会引起你的警觉，我就没法引你上钩了。我一直想知道，你使用的红色血雾毒药是哪里来的？哪儿来的？当然是我自己制的。那你之前有没有在别处用过？我用它做过好多坏事呢，我哪知道你说的是哪件？岭南道摩罗村，20年前。你的问题太多了，你只要知道，我研制血雾毒药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朋友，这也是你的使命。你的朋友？我只要将6大圣贤重新献给创世神阴极天，他便会开创一个新世界，再把我朋友们超度过去，那里再也没有苦难，我们都会重获新生。师奴，阿虎，我马上就要见到你们了。现在时候到了，你和罗纳金该归位了。我的眼，手会粉啊！不管你有什么招都没用。张平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典狱之圣无忧，乐圣罗纳金，
你们也归位了。终于，六大圣贤，我终于能全部献给您了。创世神阴极天，带我们一起去往桃源净土吧！马上就可以见面了。就是桃源净土，我成功了，虎，师奴，我成功了，我实现了承诺，回来救你们了，虎，师奴，你们再也不用受苦了，出来呀！出来呀！你们在哪儿啊？不对，不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在哪儿？虎，师奴，你们怎么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已经击了六大圣贤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我不是已经到了桃源净土吗？怎么又回到妖人种了？我在哪儿？我到底在哪儿？我的眼睛是会粉啊！水月镜像，无心去来，心之所向，即成实相。六大圣贤已归位。六大圣贤，
终于能全部献给您了。可以去桃源净土了。这就是桃源净土，我成功了。我怎么又回到药人中了？他的心魔已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可以继续追问了。为什么还在药人中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没有原谅你。告诉我一切的始末，我可以帮你。你能帮我？对，你是无忧，典狱之圣啊！你能帮我辨明是非，证明我实现了承诺。我告诉你，全都告诉你。35年前，瘟疫席卷大영我父母染病亡故，我侥幸活了下来，流落到京城，却被一个妄人郎中骗到这里。他表面开着医馆，暗中却贩卖着各种毒药。我们被他当作嗜毒的药人，生不如死。幸好在这里遇到了阿虎和石奴，与他们相依为命，我才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动力。有一次，我准备和他们一起逃跑，喝不喝？快喝！想跑？站住！给我回来！快跑！干嘛？找人来救我们！小兔子，给我散开！我会回来救你们的。回来！阿虎和石奴不顾性命，帮着我逃了出来。我东躲西藏，几个月后，壮起胆子重回药人中。但是，已经太迟了，太迟了。怀着满腔怨恨，也开始研制毒药。我要以牙还牙。我用了很多年，终于制出了万毒之毒，红色血雾，也找到了那妄人郎中家灰暗堂。我为阿虎和石奴报了仇，那天红雾弥漫，他一家老小都偿命了，一副灰白，全身皲裂，痛苦之极。可是，做完了这一切，我并没有觉得释然。我回到了暗区，变成了一个孤魂野鬼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高人来告诉我阴极天的传说，并交给我这个法阵。他说，我既然有血雾毒药，可用它集齐6大圣贤，这样阴极天就会满足我的愿望。
护石奴他们在桃源净土重聚。谁？是谁告诉你的？阴极天的传说里根本没有法阵一说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骗了你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骗我。那个传说分明是真的。你说为什么会失败？为什么没有成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到底出了什么错了？误导他的人到底是谁？出了什么错了？出了什么错？他心境不稳，就快要醒了。蓝大人来了吗？这些分影似乎能组成某个图案，一定是有人故意这样排列的。这是苍龙七宿的星象图。传说中，阴极天是俄日那星下凡所化。这俄日那正是莫国人在苍龙七宿中大火的称谓。若是凶犯，对应着阴极天。我知道了，是你没死，我的仪式才没有成功，是你破坏了我的计划，根本就不可能成功，那个人骗了你。不可能！只要你死了，我就能成功。不好，他快醒了。这一定是梦，我要醒来！我要醒来！他的心境快要崩塌了。张平，我要醒来！张平，张平，蓝大人，蓝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给他施了净化水源，但他要醒了。蓝大人，蓝大人救我！别动。顾小姐，你是兰陵的儿子吧？20年前，我的孙家田姓案，可是你所为。还有我父亲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可惜呀，太可惜了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了。这到底是什么？跟我一起去桃源净土吧。祭坛有个机关，快毁了它！石奴，我来找你们了。
他就这么死了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吗？当时情况紧急，只能先救玉珍了。好不容易有个知情人，那你爹的案子怎么办？只知道他认识我爹，应该也知道摩洛村被灭的内情。但是这巢穴里，除了一些瓶瓶罐罐的毒药，其他的一无所获。没事，我们从长计议。收队。是。蓝大人，我可以帮你查。我知道，对于蓝大人来说，案子还没有结束。老奴再去请一次。哀家听闻，近日京中出了桩大案。启禀太后，王侍郎办案得力，已经锁定凶犯，奈何稍晚一步，未及审讯，凶犯便自枪身亡了。那些定身摄魂的流言呢？定身摄魂纯属无稽之谈，死状奇异皆为药物所致。臣已彻查，确认没有毒药残存，并亲自捣毁凶手老巢，谣言也已澄清。此外，宫尚书的孙女宫玉珍亦有涉案，具体内情臣已上奏，还请太后看在宫尚书劳苦功高，宫玉珍年幼无知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宫玉珍死罪可免，但楚尚书痛失爱女，已告病数日，还是要有个交代。刑部自行定夺便是。臣遵旨。此案蓝侍郎也有参与。启禀太后，臣只是略尽绵力，对于案情知之不多。还是王侍郎查案得力，连礼部都能为查案出力，你大理寺却毫无作为。臣知罪。此事闹得满城风雨，你大理寺颜面何在？启禀太后，陶子清并非代证，皆因那凶犯诡计多端，防不胜防，臣才唐突僭越。你倒是替他说起好话来了。太后容禀，臣也亲见陶嗣清撰写劝善小册，带领大理寺上下教化罪犯，日夜操劳，可见用心。罢了，大理寺声誉如何挽回，陶卿家自己想想吧。臣遵旨。圣人说。昨日打练累了，皇上今日身体抱恙，暂不上朝，众卿直接议事吧。启奏太后，臣司殿见监正玄机有本。讲。太后，
魂象仪已然在建，只是其顶部建成何种样式，一直迟迟未有定论。臣夙兴夜寐，望能为太后和圣上解忧。终于在数日之前，于紫郎山梅树下发现2颗寒瓜大小的红宝石，视之罕有，似有天意。据此，臣请数百能工巧匠之力，用金丝编出以祥瑞宝物，可以置于魂象仪顶，特呈请太后一观。